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星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千缕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宫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
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你费那么大力气救我，我便活着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找失氏一族的人。蛋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，这调味在香菇若有若无的映衬下，更是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，简直天上有地上无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面前明明有，非要吃别人的。想吃便吃了。爽脆弹牙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烦人精，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。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势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，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、16、55、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1得2得4，7、7、4、8、8、8、9、10。
早真没见过这样的。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祖宗，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
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青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竹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砚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10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傅迎慈桑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庭砚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庭砚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傅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青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，师祖，廖廷砚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傅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庭砚徒儿有侍奉不周之时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傅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啊，这么多！有点不是啊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青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，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消受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质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师祖他对我。
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琰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，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芽灵气的原因。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了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、体贴入微，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！司马娇竟说那灵脉堪比毒药。公主，您如今功成几许了？我昨日刚至合体。那您有运过功吗？幸好未曾。公主，有无可能司马娇是故意恫吓我们的？他若知晓我们拿了白鹿芽的灵脉，暗自修炼，他为何不直接杀了我们？他出山之日血流成河，可是毫无顾忌。司马氏的血凝花，都需喝过凤山之血方可食用。白鹿芽的灵脉如此，也不足为奇。那公主，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近来，宫中已有几名修为高的弟子步入炼虚，若此事为真，恐怕他们接下来也会有异样。我们是否需先提醒他们，近日先不要用灵脉修炼？不，先稳住其他弟子，莫要声张。若司马娇所言为真，他们可为我做着马前卒。师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正要去找公主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娇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师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师掌门，师氏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你看我们如今哪儿还像庚辰仙符的掌管者，只是八大宫延续仙符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。
把我们逼至绝境。司马师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鸳鸯灵山之火。哦，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两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公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公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公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公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！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鄂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
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，救我！看，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
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进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。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诗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凤山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8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诗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诗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诗千缕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诗千缕的伪装而已，她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。师祖，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师祖饶命！师祖饶命！师祖饶命！好不容易日子有些趣味了，
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为何杀他？师祖，他拜入40之宫才没多久，且修为甚低，而我是来侍奉您的，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祸害留在您身边呢？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成为师祖的侍妾的，我要得到一个司马家返祖血脉的孩子。一旦凤山一族的血脉有了继承人，我们将困杀师祖，夺取灵火，为庚辰仙府解决一个大患，而我们星之宫就能成为庚辰仙府的主人，而我